今天我们要从鹿儿岛市前往虾野高原，攀登南九州最高峰韩国岳。韩国岳登山口，我们是从虾野高原停车场出发，登顶后原路折返。没差啊。这在胸口是对的吗？差不多。走吧。走吧。Go go go！ 来回大概2个半小时。会有这个行程，是因为看到大浪池很美，然后研究了一下，发现登顶韩国岳就可以眺望大浪池。こんにちは。第一次来日本爬山，是。你有爬过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很高。富士山，唯一一座。对哈，唯一一座就这么厉害。但日本很多山好像都很棒。他们的山感觉就是矮矮的，台湾的山比较高。哦，对啦，可是日本很多山风景都很棒，之后可以来排 hiking。好哟。好像不太甘愿。前面那是硫磺，我在喷烟的那里。有啊，左边好像是硫磺山。所以那个就是硫磺山，是在喷烟。对，然后正前方可能是韩国岳，就是我们要爬的那一个。不知道。不会啦，它那个登山路径应该都蛮明显的。韩国岳为南九州最高峰，海拔1700公尺，属于雾岛连山的一部分，位于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交界处。科普一下，整个九州地区的最高峰是位于屋久岛的宫之浦岳，海拔1936公尺，跟韩国岳一样，都是日本百名山之一。步道一开始都是这类木头阶梯，但其实不好走，那个木头比后面的泥土要高。再来就是这类泥土步道，这就好走多了。它两边都有用护栏什么的，就让你不会走错路。整体规划的真的很好。这条步道长度到登顶大约2.1公里而已，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路线。登顶后的展望极佳，可以远眺大浪池、高千岁风雨欣然月，天气好时还可以看到樱岛火山，甚至是韩国，这也是韩国岳名字的由来。攀登不到一半时，就可以远眺硫磺山。时间够的话，可以登顶韩国岳后，下切到大浪池，巡波1周，大约50分钟，再由另一条路下山。不过早上还有别的行程，只好下午来爬韩国岳，也避免摸黑下山，只好原路折返比较快。喷气的声音真的很大声，这么远都听得到。靠，那什么魔王碎石坡？我们穿这个超难走的，
有到哦，听说还有1公里，爬升300-400 ，Go Go Go！后面的路段大都是火山岩碎石，因为主要是来九州玩，只穿了 On 的 Cloud Monster 有够难走。山和木。那个富士山是不是有几合木？对啊，不知道。蛮有道理的，有可能，但你也不知道 total 是多少啊。这边还有一点山啦，所以我们刚才走0.8。步道后面的2/3几乎都是大碎石坡，真的要穿防滑的登山鞋来比较好。我们穿着厚底慢跑鞋真的走不快。我们来南九州这8天，每天都是超级大晴天，就只有今天云雾缭绕啊。这么远了，还是听得到喷烟的声音耶。房子那边就是我们出发的地点。还有1.2公里。啊，进度缓慢啊，我们会不会摸黑下山？不会啦，快快快 ，Go！ 这边都有断带，跟台湾的登山条一样，让你不会迷路。但这条路应该是不容易迷路啦。不过最好还是下载离线地图。日本可以用亚麻普。上面有山屋哎。再来科普一下，例如6合目就是你已经走了6/10了，每一合目就是1/10。5合目到啦！哇塞，移动缓慢。我们走了1.2公里，还有0.9公里。哇，这 view 超好。没有。应该是那个山顶吧。门坏了。这不让你避难吧？也有可能啦，也可以避难啦。可是火山爆发，这种石头屋子也挡不住啊。过了山屋后，就是这种更大片的红色火山岩地形了。这边有一个池，不过现在看不太到。8合目到了，最后的0.4K， 山顶是2.1，但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剩0.4，结果上来都白墙。看攻顶的时候会不会拨云见日？最好是啦。看起来就不过。走吧。到了。云赶快散开吧。0.2公里。
云好像有散开一点了，加油啊！这人急着冲过去攻顶了，完全不顾我的死活。攻顶了，左边下去就是悬崖了，也是韩国月火山口。牌子在哪里呢？哦，在这，在这。韩国月，终于到了，有点难走。哇塞！韩国月到了。南九州最高峰，海拔1700公尺。啊，但雾有点大。不管怎样，还是攻顶了，感动。通常韩国月火山口是没有湖的，但大雨过后也是可能有积水，形成短暂的活口湖。大浪池活口湖位于海拔1411公尺处，是日本最高的活口湖。还好，老天还算是给点面子，让我看到了大浪池。远处则是高千岁峰，右侧是被喷烟挡住的新然月。也可以远眺硫磺山，真的是值得一来的好山啊！你们可以 Google 看看好天气的大浪池有多美。有来南九州的话，别忘了把这个排进行程哦。好啦，要准备下山了，其他的南九州行程就下集见喽。